金棺，金棺，开了银国以后呢，实際上就是金。不得了了！山西千年古寺出现唐朝纯金打造的黄金棺材，頓時讓專家興奮不已。但開棺之後，專家立馬後悔不已。這東西簡直不能露面，應該永久封存。要知道，這件出土的器物是被石棺、銅棺、木棺、銀棺、金棺層層包裹起來，並不像大家以前的認知，直接將屍體或者器具擺放在棺材裡面。至於這樣的做法，肯定是有它的道理，而且棺材裡面的器物還跟唐朝女皇武則天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，所以專家十分懊惱，後悔打開了棺椁，以至於建議永久封存。那麼這座棺椁當中到底出現了什麼不為人知的神秘物件呢？點個關注，點個讚，我們接着往下看。有道是地上文物看陝西，地下文物看山西。雖然陝西地下埋葬着大量的王孫顯赫，不過山西的地下文物論起質量和數量，在全國也是巔峰的存在。甚至於兩地的人看見地下發現什麼好東西，已經見怪不怪，只是會通知相關的考古隊來走個流程。在14年之前，山西當地的龍泉寺在蓄水池漏水的情況下，另外在旁邊選了塊地修建蓄水池，但是在開工之後，沒想到的是就這麼隨隨便便的一挖，居然挖出一座埋藏着唐代金棺材的古墓。在發現這座古墓之後，原本施工的人員立馬把廟裡的僧人給喊了出來。大家知道，山西成為國寶的廟宇比比皆是，這位老僧見此情況也是見怪不怪。相較於施工隊的蒙圈，老僧則淡定許多。很快，老僧一個電話就叫來了相關的考古隊。在來到現場之後，考古隊首先發現這是一座佛塔的塔基遺址，但是因為年代的久遠，上面原本是什麼樣的塔身早就沒了蹤影。另外，施工人員發現的古墓剛好就在這座塔基裡面。在進入古墓以後，考古隊首先發現的是裡面是一座六邊形的地宮，在地宮的正中央剛好放着一隻體積巨大的石函，而在石函的內部則是棺椁。眼前的情況不由得極大地引發了考古隊的興趣，大家都急於想知道石函裡面究竟是什麼東西。在地宮裡面，考古隊打開了石函，只見石函裡面是一具較小的棺材，而在小棺材外面原本應該還有木棺，但是因為年歲的久遠，可以看見的是木棺外面的木材已經散架了。不過那具小棺材卻引起了考古隊極大的注意。在清理完外面散架的木棺之後，首先給予考古隊員驚喜的是，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具比較精緻的鎏金銅棺椁。雖然直觀的看起來這隻銅棺椁的體積不是很大，但是無論從設計還是直觀的制作工藝上，都顯得十分精美。棺椁的底部是銅製的須彌座，此外須彌座周圍還雕刻着青龍、白虎和朱雀、玄武這些神獸以及佛足。要知道，須彌座最先來自佛家，但是四神獸卻是道家愛的產物。在棺椁之上，佛道兩家的融合可謂是十分的罕見。而在事後，考古隊也查詢了相關的資料，這也是第一件發現佛足和道家四神獸的貴重金屬的棺椁，相關的文物價值也是可想而知。很快，考古隊就打開了這件特殊棺椁。讓人驚喜的是，這件銅棺椁內部就和之前發現的鎏金舍利塔一樣，一重套着一重。在打開銅棺椁之後，裡面果然是銀製的棺椁，並且這具銀製的棺椁同樣有着精美的制作工藝。首先就是外圍一樣的雕刻，不過不同的是，在銀製棺椁上面還裝飾點綴了紅瑪瑙和綠松石等進行美化。和最先的銅棺椁有點不同的是，在上面還有兩個雕刻細膩、微笑的小人。從最先發現的石棺椁開始，那麼可以推斷得知最裡面的肯定是金棺了。果不其然，在打開了銀製的棺椁之後，裡面是一具制作精美的金棺椁。這金棺寬約 4.5 厘米，高3厘米，長8厘米。不過和之前那些棺椁不同的是，這具金棺椁上面
沒有絲毫的雕刻和裝飾物品。不過，在上面卻有一個用絲帶綁好的蝴蝶結。從如此複雜的保存手段來看，裡面所藏之物肯定非同凡響。但是就在打開的過程中，现場的過程卻被停止了，因為考古隊的負責人覺得，這個蝴蝶結雖然在外表看起來十分的完整，但是和之前保存在地面下還是有一定關聯。但是現在密閉的結構已經被破壞，再加上文物已經暴露在空氣之下，很有可能在打開的過程中，這隻蝴蝶結在稍微一觸碰就成為粉末。何況這隻古代的蝴蝶結原本就是文物。在接下來的研究之中，考古隊發現這隻蝴蝶結的外表有一處斷裂的地方，可能是綁製的時候產生的。於是，考古隊根據金冠的形狀，選擇較小的一頭，把蝴蝶結一點點的推出來，確保不會造成二次的損壞。蝴蝶結存在的彈性和其本身的材料，也是這次取下蝴蝶結可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而之前在陝西地區的法門寺地宮就出現過類似的文物，可以確定的是，這裡面應該就是某位高僧大德的舍利，而之前在上面的塔應該也是相關的舍利塔。在完成了取下蝴蝶結的步驟之後，這具珍貴的金冠裡面所放置的東西終於露出，揭去了屬於自己的神秘面紗。映入人們眼簾的是，就是珍貴的舍利。那麼，這件珍貴的舍利究竟是哪位高僧的呢？在考古隊的進一步的研究中，發現之前的石頭匣子上面有着不少的供養人的名字，而有的字體還十分的奇怪，就像是中字上面多了一橫，又像是辰字。根據相關的研究，這種寫法只出現在武則天時期，意思是一個臣子一生只能忠於一人，好比武則天名字裡面的趙字一樣，都是武則天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發明出來的文字。雖然沒有相關的記載，不過管中窺豹看得出來，這位僧人在那個時代社會地位還是很高的，而且跟我們唐女皇有着千絲萬縷的不解情緣。那麼你認為這位高僧跟武則天有什麼樣的關係呢？